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不是单纯的猜方向，不是简单的某个投资标的。那好，我们继续回到 Coinbase 比特币盘面，目前还走在这个三角震荡的末端啊。然后三角震荡，通常我们会画上边下边两根趋势线。那这个趋势线呢，随着行情的变化，我们是要稍稍做调整的啊，这是很正常的。只有一个铁律是什么？低点不断的抬高，没有破之前的低位，然后高点呢不断的下降。成交量逐级下降，这种情况下就是典型的三角震荡啊。那这个位置波动形态，我们要是属浪的话，它有两种可能。目前啊，一 A B C D E 可能已经结束了，然后它要选择方向。这个是一，还有一种可能，前天还是哪天我说过，有一种可能是复合型的调整 W X Y，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这种波动，那就意味着三角震荡还要往前延长一会儿，然后这个结束以后再选择方向，这样的话向上的概率会更加加大啊。所以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短线关注下方的止损位就是61000下方，这个是短线止损位。多单可以把止损位抬高，放在大概这个位置，也是之前波动的低点下方。如果这个要是破位了，有可能怎么样？往下回调，那有可能这个地方波动形态就变成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说，一定要把风险控制住。还有向上呢，如果把这个上沿踩住，发现突破的迹象，我们也可以跟上去啊。这两种做法都可以。所以上方的关键位35000上方突破3万或者63500突破64000站住，就很容易突破65000高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69000、69500。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关注这几个点。如果它要是破位了，下方的第一个整数关口6万，还有就是58000。那好，行情部分就讲到这儿，然后我们今天继续连续剧啊，我们从方向开始到概率，然后盈亏比，然后目前今天要讲的止损，昨天讲了应该是止损，我们看一下啊，我都有点忘了。方向开始到概率、盈亏比，然后止损，交易必要的成本。那今天我们就讲移动止损。这个移动止损分两方面讲啊，一个是亏损扛单，还有一个是锁定风险。那具体是什么样呢？我们还是根据比特币现在的盘面去给大家剖析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开多，然后我们的止损位现在是
60960这个附近止损位。那好，什么叫亏损扛单呢？通常如果这个位置比特币落下来了，我们假定比特币这么跌下来了，那这个时候绝大部分人会怎么样？在这儿把这个止损删掉，或者是挪动它，往下挪，尽量不要让自己的仓离场。因为什么？你觉得回调到这儿，这回应该给反弹了吧？会有这样的心理这就是人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总是一厢情愿的市场按照自己所预想的方向演绎，但往往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会出现什么扛单，然后逐渐根据你的这个承受力，会发现你扛单的承受力越来越得到加强了，然后你就会掉进这个误区，会觉得怎么样？我的亏损扛单力加强，所以我的能力提高了，承受力提高了。其实不是这只是你的人性放大，只是你的人性不适合交易的人性缺陷的放大，没有任何好处对你的盈利。所以说无论是你把这个止损删掉，还是挪动这个止损位，都是非常不理性的做法，就千万不要这么做。这个是人的习惯，损失厌恶导致以为理性的，实际上是非常情绪化感性的行动动作所以这个是亏损扛单的这一部分。还有一种锁定风险，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开多，然后止损位设在这儿，它根据市场没有按照你的预想，而是往下跌了，这种时候你的风险是什么样？就是严格的控制在这个范围。那大家可以看这个范围是多少没有多少也就是1个点多一点，1.3个点。所以一定要锁定风险。另外还有一个，为什么叫移动止损？就之前我们说的亏损扛单的移动止损，那个是不能做的删止损位或者是扛单的移动止损，这个是不能做的一定要怎么样？假设如你所愿，比特币向上走了，这种情况下它刚突破然后回踩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迅速移动止损位。第一次移动止损放到哪儿？就是你成本价的稍稍上方也就是说这个币价起来以后，如果它再回调，只要不亏损就可以一定是这样，不要着急止盈。你不知道它能涨到多高，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再次回调回撤，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说第一次移动止损就是把它有了盈利区间以后，把它稍稍抬到你的成本区上方为止。
这就是移动止损啊。即便是再砸下来，你肯定也是不亏钱的。还有就是稍微微利这种可能性。那什么时候再次移动止损？那就是等到它再次启动突破之前的这个关键位，也就是说从这个位置算的话，第一个关键阻力位63500，如果它63500扎扎实实的突破上去，让我们第二次移动止损，然后这个位置再踩住，它再上来的时候，我们第三次移动止损。不要减仓啊，也不要平仓，也不要一半。然后我们发现五浪上升结束了，感觉应该要结束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大概率要拐头，但是你还不确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止盈平掉一半，然后再次移动止损。移动止损抬到多少？也就是前高65000这一附近，2021年4月中旬的前高65000下方。如果它要再次来泡沫式的疯狂上涨，我们可以接着移动止损啊，这才能有保障怎么样赢得超高收益的可能啊。就典型的我的首页这种单就是这么出来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去年比特币在2万区间开始，不到2万，一直走到3万区间，整个大段的40%多的收益一次全部拿到，合约100倍杠杆操作得到的单啊，这种机会不是很多，市场得给你，你才能做到，不是你做得好。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止损是你的实力啊，盈利止盈那就是运气，市场给你了你才有机会吃，市场没有给你，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就是孙猴，你也只能压在5行山下啊。所以说我们止损，昨天每次交易的必要的代价成本，那移动止损也是一样，一定要做好，这才能确保你的交易技巧，你的风险第一能控制能锁定，然后第二你可以让利润奔跑，尽可能多吃到这个盈利区间啊。还有为什么这盈利了还管它叫移动止损呢？因为这个就是止损位的抬高。还有移动止盈，我们回头再讲啊。首先你要控制好止损，你才能谈及到止盈的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把止损重要性，为什么止损不好做，你不知道机会成本，还有这个今天的移动止损，亏损的扛单，人性放大，还有锁定风险，理性的应对，合理的交易技巧都已经讲明白了啊，相信大家伙应该都能听得清楚，也有这个好好做止损的具体逻辑实施法则。那这里头有一点最关键的，我还是要强调什么？不是止损这个本身，而是什么？你需要把关键位抓取到，然后才能选择非常短的止损。你的进场点如果要是不合理，那你这个止损位就非常难控制啊。说白了，你的止损位就太大了，风险也就大。所以说每次进场
时机进场点是最关键的。但这一切都来自于哪儿？就是充分的 K 线分析啊。那好，今天移动止损相关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祝大家交易顺利，我们明天再见。